不差。我们交往到现在得有3年的时间了。其实一开始他人挺好的，就是稍微有点小气。今年因为我们2个要商量结婚了，没想到他的小气本质就大爆发。他现在要求越来越多，越来越过分，买房一定要买大户型，精装修的。没想到他那么的抠，像我们去建材城，真的是找最便宜的。我就是觉得我们在一块儿，如果要结婚的话，没有必要这么铺张浪费。不光如此，而且他还嫌我物质，说我拜金。抛开结婚不说，我觉得我们俩还能不能走下去，还能不能再在一块儿？我觉得我真得考虑一下。勤俭持家应该是好习惯呢，为什么女孩对男孩的这种做法如此的不满呢？来，掌声请出这对恋人。掌声有请。男主人公小杨，今年29岁，来自北京，一位公司情人，学历本科。女主人公小雨28岁，也是来自北京，职业销售，学历本科。有请2位。欢迎啊！谈了几年了？3年多，时间可不短了。还行吧，就为这点事儿就有意思吗？这真不是一点事儿，真忍无可忍了。平时生活里头他就特别抠门小气，各种算计，什么钱都不花，什么东西都不买。说明他能攒很多钱啊！但是他说那会儿说是攒钱为了结婚，但现在今年真谈到结婚了，但是他还是抠门，还是算计，斤斤计较，就为了装修，为了买房，我们俩就天天。买房这么大的事儿，能不精打细算的吗？您是精打细算吗？本来我都看好了一个地儿了，你说5环，我觉得这已经就挺偏的地儿了。我觉得房性价比还不错。几5环啊？就是北5环那边。5环呢？那不就相当于市中心？那房价那么高，有必要买吗？是市中心啊，大哥。对，他的理论就是5环就等于市中心了。那他看的地方是哪儿？都到村里了，都出北京市了，好像都到河北了。可是受得了吗？这是结婚我看那个地儿，我觉得挺好的呀，房价又便宜，而且也有升值的空间。这个倒是大事儿，可以坐下来商量。但是你说买房，我已经依你了，买那么远的地儿，你说装修买家具，那个房你依了。那没办法呀，那别的地儿他都不同意啊，房子就得依他了。你说装修买家具，他给我整一个2手的，全都是旧的，人家用剩的，你就你看的那个，就你看你要求那个装修要精装修的，然后家具还有欧式的，你怎么就那么好面子？你怎么那么物质呢？我这是好面子吗？房子已经那么远的一个地儿了，你装修好一点，我觉得这有什么问题？这很正常啊。家具是2手的。我也不是2手啊，是我有一个姑姑，他们要移民到国外了，然后他们那个家装修完了以后，家具买了，大概用了1年多吧。我觉得跟新的一样嘛，这没有什么不好的。跟新的一样。而且这钱省下来的话，干点别的什么不行啊？干什么呀？你省钱干什么呀？你不是说一直想出去玩去？我觉得不用花这个钱的话，咱们省下的钱就可以拿出去旅游啊。结婚度蜜月的话，你想去那个海南吗？正好利用这次机会吗？意思就是说，全都是买2手家具省下的钱带我去度蜜月，你是这意思吗？省了多少钱？那家具现在还增值吗？也不是说完全都买了。如果要省能省多少？3、4万得有了吧？那样这3、4万，您说这省下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啊。一辈子结婚不就这么一次吗？你连这会儿都抠门，你以后还……我真不知道你现在都这样。家具总有用旧的一天嘛，而且人家那基本上跟新的一样，咱们用着有什么不好啊？我看人家那个也挺时尚的嘛，那家具。是什么？你说你姑姑的家具，你姑姑多大了？老人家选的家具，年轻人怎么用啊？颜色呀、款式不都不一样吗？我跟你说，他一直就忽悠我，你知道吗？这么多年了，他各种给我下套，然后让我往里跳。你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买1手的话，旅游就省了，他根本就不去度蜜月了，你是不是这意思？您今天才发现他抠吗？一直都是。那你不都过来了吗？就算了吧，都快结婚了还。可以前没觉得那么严重啊，而以前他忽悠我说的是，现在抠门就为了以后过好日子，就为了。他以前怎么个节省法？我们俩刚交往的时候，我说我渴了，想买瓶水，他都不让。你听着多可笑，连其实根本就不渴啊！他一出去一上街就要喝那个星巴克。你不是就是喜欢一只手拿着星巴克，然后一只手打电话，然后那个装小资的那个范儿吗？其实有什么必要那么铺张浪费啊？我买过几回星巴克呀，而且买星巴克是不是都我自己掏的钱呀？一共就买过那么2回，你有什么好意思在这说的？你们俩谈了3年多恋爱，你买了2回星巴克，真的就2回，而且都是我掏的钱。那我觉得1回都不应该买，根本就没有必要。其实平时出去我已经各种不要吃不要喝了，但那会儿真的是特别热。我说你别给我买贵的，因为我知道贵他肯定不给我买。我说3、4块钱的那种饮料，你觉得行吗？3、4块钱购买几瓶矿泉水，那个难道不解渴吗？不是。矿泉水，当时矿泉水你也没给我买呀。当时你知道原话他怎么说的吗？他说我没带钱包。
逛街嘛，那不一定非得带钱啊。逛街不带钱包，你是穷逛是吗？我总结你啊，出去就这么几点，要么就是出门不带钱包，要么就带了钱包里面不带钱，是不是你啊？你每回都是这样。哎，你现在敢把钱包掏出来让大家看看吗？我敢保证你里面没钱，就算有钱超过30块钱，你敢拿出来让大家瞧瞧吗？哎，我来参加节目，我带什么钱包啊？哎，你这3年多怎么就跟他过来？就是说他给你许了一个宏大的愿望，就跟我妈各种坑让往里跳。你说俩人交朋友交往能干嘛呀？无非就逛逛街看看电影呗。对对对。他跟我说什么？他原话是说这年月只有傻子才去电影院看电影呢。啊。大家是不是都看过电影？那可能我都傻子了是吗？是这意思吗？我只是觉得在家里面下载的电影的话，哎，你在家里面有吃有喝，你还可以躺着看，你在电影院可以吗？我不想躺着看，对脊椎不好，我就想电影院坐着看。你们谈恋爱这3年真的没在电影院里看过电影？一次都没有。开始是这么搪塞我，然后给我挖了一个坑，我跳进去了，然后之后就理所应当的了。这个也不能光听他一面之词啊。看过还是没看过？没看过，都是基本。那他就不是一面之词啊！确实没看过。这个事儿不能说是他光说他有理。你给他买过礼物吗？对，而且这么多年了，逢年过节就知道给我发个信息，节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哪儿那么多快乐？我告诉你，其实这么多年我一直都不快乐。你怎么不说上回送你那条项链啊？你戴着以后，不是别人都说挺好看的吗？就这么多年了，他就送我那一回礼物。就有一回我过生日，其实那天我也觉得挺奇怪的，就是你今天怎么开窍了，说要送我生日礼物，他从来不送我，因为都发个短信嘛。然后那天说咱们下楼逛逛嘛，边上新开一精品店，挺好的，咱们一块儿去看看。结果我一共挑了就反正几样吧，都不贵，都挺便宜的，几样加起来才200多块钱，我还挺高兴呢。说我过生日还送我礼物，然后要结账了，你知道他说什么吗？他说你选一样最喜欢的吧。我说什么意思？他说就选一样，生日礼物一样就够了。对，我说生日礼物难道不是一样吗？让你从里面选一个最好看的。那你让我挑那么多干嘛？不是白高兴一场吗？选了吗？就随便拿了一个40块钱的项链。40块钱的项链怎么了？哎，你戴上以后谁不说觉得跟你的气质特别配啊？我本来气质好，跟项链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大哥。而且你说他这么抠，我觉得啊，对他这样，对我这样也就算了，他对父母也特别的抠。现在逢年过节去我们家，从来都两手空空的。这怎么？像我去他们家，每回都大包小包。我也跟他说过，没有必要。你去他们家带过礼物吗？带过呀，因为他喜欢吃肉嘛。然后那个我就自己家里面做的红烧肉给他带过去。我觉得不是挺好的吗？你去人家家看你未来的岳父母，你自己烧了一锅红烧肉吃。因为这个不用花钱，主持人你知道吗？这得花钱，肉得买啊。第一回见父母出去吃饭，我们一共4个人，他就找了一个，先不说饭馆多大啊，确实挺小的，但我忍了，4个人点3个菜，1个肉菜，2个素菜。他说反正少吃点肉对身体好，当然是这么解释的。而且我妈还特生气，你知道吗？就最后都是临了要走了，你说我妈说那个就是要张那个餐纸，因为餐纸不是要钱的吗？就叫服务员过来了，他愣把服务员给赶走了。就是他那个对2块钱。我因为我当时我身上带着那个餐纸呢，为什么那我妈都叫人家进来了，怎么就不你就不能给我妈点面子吗？这2块钱用得着手吗？难道我带那个餐纸，然后就不干净，然后就不能用，还是怎么样？这不是干净不干净的问题，这是一礼貌问题。我觉得你还是好这个面子呢。有一些钱没有必要花，在你的生活里，哪些钱是必要花的？吃饭、看病，然后还有就是比如手机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午饭，还有坐公交这些必须得需要花的啊。那不能花的呢？比如说你买衣服，为什么非得一定要买那么贵的？哎，你现在说好看的不就可以了吗？买衣服用你掏钱了吗？每回不都是我掏钱吗？你说我们俩逛街，我说我试件衣服吧，出来人没了，我用你掏钱了吗？你用不用躲成这样啊？我当时就上个厕所，我还说回来以后找你找不着了。上什么厕所呀？我给你打了无数个电话，你接吗？我都到家了，给你打电话，当时我找你找的满头大汗的，我哪有功夫接电话？而且每回出去玩，你知道吗？就给我100块钱，还说随便花。我就纳闷了，你给我100块钱，你让我怎么随便花？你给我随便花看看，我普普通通一花就没了。我不能陪着他去，那可不是，那我就说，那你既然去逛街去了，那你不空着手去？我说，那你给你100块钱，那你随便花呗，你吃什么或者喝什么，你自己买就可以。你这还真是不小气，我觉得，是吧？对，真好，真好。而且他觉得我100块钱还花多了，应该每回都攒着，每回都省点儿。是你本来你吃饭多少，你比如说你花50，然后你剩下下一次你再去的时候再给你100，那150了吗？然后你再给我100，我花250了吗？
我觉得你按照现在这种状态，如果自己没有什么改进的话，我真觉得，比如说结婚了，我不可能跟你在一块。你父母知道他这么把日子过得这么精细？我父母知道，因为就从那回吃饭的时候，其实我妈就知道了，只不过她对我这么一个闺女，其实主要还是依着我，只要我高兴就行。开明的父母，老一辈的这个不都喜欢这个能会过日子，然后能节俭的人吗？像我这种极品好男人，你现在到哪找？适度的节俭是美德，你这过度的节俭就是抠门。我不吵啊！我对我自己也是这么要求的。谁说的？你对你父母呢？我对我父母该花就花呀。给父母的哪些钱是该花的呢？比如说时不常的给他们买一点吃的喝的，或者什么吃的呀？比如说那个喝酸奶啊。你给父母买个酸奶，你觉得就了不起了是吗？你身上穿的衣服好多都是我买的吗？你是没掏什么钱，不都是我掏钱吗？每回我给他买衣服，他问多少钱，我都不敢实话实说，我都必须得少报1个零或者2零，如果说多了也不行。那你妈应该特别喜欢那个准儿媳妇儿吧？其实我母亲他妈不喜欢我，他们家都这样。有一段母亲的采访，是他母亲的采访，我们听听他妈妈为什么对这个女孩有意见。来，咱们听一听。来，反正我是不看好他们俩的这份感情。作为一个女孩子呢，首先你要持家，对吧？花钱大手大脚的，平常呢就说也不知道什么减少。完了就说他们2个人自己成立家庭，为什么都要就说我们自己家来又买车又买房，一切的事情都要我们家自己承担呢？以前嘛，就说追我们家孩子的人特别多，因为就说女孩子呢都是哭着赶着啊，要跟我们家孩子结婚，人家还都是倒贴的，又给房又给车呀，什么都有啊，条件特别好。现在呢，就说这孩子跟他们俩好呢，完了我也没有办法。所以呢，我就想着，如果说你们俩好的话呢，就可以办这事情。但是呢，现在已经闹到这个份儿上了，我呢从心理上呢就是特别不乐意了。好多姑娘开着车驮着房子到你们家门口哭着喊着嫁给你啊！您不相信是吗？真的？对啊。我就纳闷，你们哪来的自信？你是觉得自己跟朵花似的吗？我怎么了？哎，我觉得我挺好的呀。你自己瞧瞧你自己。整天也不做家务，还爱玩游戏，好高骛远，这不都是你毛病吗？而且还抠门自私，这都没边儿了。你还觉得你自己倍儿好是吗？你还觉得大家都爱你是吗？其实我觉得吧，一开始跟他交往的时候，他不是现在这种状态。我觉得就一开始他也是比较能节省，然后我就觉得，因为他现在换了现在这个，因为他是奢侈品的销售嘛，然后接触这些人，还有接触的这个环境。就是都花钱大手大脚，所以他才会变成现在这样。你给我举一个他花钱花的最大手大脚，让你觉得震惊的例子吧。他就是有时候一买化妆品，然后买特别多。怎么叫特别多了？本来就是洗脸的、擦脸的、护肤水，这本来就不一样，这功用都不一样，这就是该买的呀。什么叫特别多？在他认为，只要超过3个就叫特别多。我问一句话，我就弄不明白了，你怎么就跟他坚持了3年？那会儿觉得吧，他人挺老实的，因为你想啊，他至少节俭的过日子，总比那种就是吃张浪费、花钱大手大脚强。对，真的俩人想过日子，还是这种更踏实一点。当然我是这么想的。其实要撇开这钱的方面不说啊，他对我还是挺好的。有一阵儿我是腿摔断了，在家躺了1个多月，他就是每天下班就去我们家找我，然后我说我想下楼待会儿，我们家住6楼，他就背我上下楼。那会儿1个多月就每天都。那你那个时候腿断的时候下楼想喝杯水给买吗？就从家拿着水下去呗。我都说了，只要跟金钱无关的都特别好。所以其实我觉得他这人本质还是不坏，所以其实就是想看看能不能就是不能说改正吧，就是你必须得发现自己的问题。好，老师们任务很重啊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其实你们俩感情都挺好，这女孩对你也非常认可。你存那么多钱干嘛用啊？我觉得我这叫防患于未然吧。那存钱就是从一点一滴开始未然在节省哪儿呢？结婚的时候不就是未然来了吗？用到钱了吗？你的消费观念比我们那个50年代的还要老。你生活憋了吧屈的，你要钱干嘛用啊？我跟你说，金钱能成为一个杠杆，我觉得经济上窘迫一点，但是你奋斗精神就会加强。你这样省，引起大家那么多矛盾干嘛呀？何必呢？你因小失大了，该花的就得花，不该花的还真不能花。这个男孩子，我觉得赞同你节俭，但并不赞同你这么格外的节俭。就
就是太过了，有一点，生活中起码的开销还是应该有的，对吧？而且这位姑娘也不是说让你去铺张浪费，她就是要一个很正常的一个正常的生活开销的生活状态。有些东西可以商量的去做，而不是说特别武断的做到那么的极致，对吧？适可而止就可以。对，过者为灾。对，您那钱是多了，但是您快乐吗？他要离开你，你快乐吗？你要把金钱看明白，金钱是为人服务的，你不能说你为金钱服务啊！你现在成金钱的奴隶了。我觉得就是我该花的地方我会给他花的呀，我只是觉得真的是有有的时候他挺物质，就是每次一说到钱的时候，然后他都会觉得我不愿意给他花钱。我跟你说啊，你真是因小失大。我跟你说，就是因为我不物质，这么多年我才跟你在一块儿，就只能说明了我这人太不物质了，我才能跟你在一起。对，这不容易，不容易。你知道吗？我们圈子里就是传这么一个就是话哈，就说这个朋友值得不值得交，在结账的时候看3个细节：结账的时候上厕所的、接电话的、掏钱包半天掏不出来的。你好像占了一种。没有，不是这样的。他3种都占。你为什么有这种习惯？其实这是跟家庭的文化，然后教育息息相关的。你其实可能家庭的就是整个就这么沿袭下来的。我希望呢，你能走出自己的这个世界，融入到社会里来，别脱轨，和别人脱轨都没关系。咱别因为这事儿和女朋友脱轨了。而且爱情当中啊，有的时候是没有对错，只有舒服和不舒服。你现在这种方式呢，就让你的女朋友极度的不舒服。节俭是美德，但咱不能过得拮据啊。如果爱情里的都是斤斤计较，他如果要是要什么东西都给他买的话，这样我过得也不你还真没做到那份儿上。我听起来人家也没要什么，你想那么多未然的事儿干嘛？你活在当下。你当下的事儿都没处理好，那你还想未来？你看着那个存款上的数字一个零一个零的往上加，你会开心，对不对？但是你有没有想到女友的情绪，她的开心是什么样子？你有没有感觉到因为她的开心，她的笑容，你开心？而这些呢，仅仅是需要你付出力所能及的。我觉得我要求一点都不高，真的。徐老师的意思很简单，平常可以不给买矿泉水。偶尔一天上街的时候买一杯星巴克，那都乐疯了。没错，剩余管理，我觉得我现在特别好养，偶尔一个，我真的我觉得念了你1年好。我特好奇一个问题啊，如果是换作是女方，你扔100块钱给她，说让你随便花，请问你们俩会怎么？你会？我肯定觉得特爽，我期待有那么一天，但是我也觉得特别乐意，我拿着钱我就不出去了呗。我刚才一直在观察台下的观众的反应啊，台下坐了不少老人。其实我在想，会有多少愿意把自己的闺女嫁给这样一个小子呢？不算很帅，也不大方。最关键就是我把女儿嫁给你，好歹也对我孝顺一点，结果回馈上家来还不拎东西，什么的意思都没有。我特别想问一个问题，就是你认为是钱重要，还是你们的爱情重要？我觉得这2点根本就没有冲突。我对他的这个爱，我对他的付出的话，都是以我实际行动来说的。但是这个钱，我只是认为有些没有必要，确实没有必要花的钱。然后这点点滴滴节省下来，这以后就是为了我们这个过日子打基础。我一直在想，节约和非常浪费的分界点在哪儿？明显他们俩的分界点是不在一个地方的。当聪明过了头，就变成了狡猾；当善良过了头，变成了软弱；当节约过了头，就会变成吝啬，就变成他了。所以说，如果你们俩真想在一起，要好好的过日子的话，尝试着朝对方的那个分界的点走几步吧。虚荣一点没错，但不能穷奢极欲；节省一点也没错，但不能一毛不拔。抠门和节省是有本质的区别的。节省，很多人是省自己不省别人，虽然过得紧巴紧巴的，但愿意为自己心爱的人掏光最后一个铜板。抠门的人就不一样，不光抠自己，还抠别人。一个人要真正的节省，用你真实的节省的行动来感染对方，让对方真实的感觉到我老公都这么省，不乱花钱，我怎么能乱花钱？而不是
像你这样强制性的要求别人不能花这个，不能花那个。我只是觉得我不是不给他吃，不是不给他喝。你没有资格管别人的钱，你还没结婚，对吧？你没有资格限制人家花自己的钱来消费，人家又没花你的钱。你结了婚之后，你说我要管你的钱，你还得商量呢。我们商量一下，是不是我来管钱？人家还有支配财物的自由呢，你有什么资格指挥别人呢？生活当中有的时候确实是这样。我担心的倒不是你们现在，我担心你这样的人经不起更大的经济变故，就跟那个赵本山的小品一样，眼睛一闭一睁，人活着钱没了。那个时候，像这样的人很容易因为钱的问题而影响感情。他遭不起更大的变故，因为他的钱就是命啊。适当的节俭，其实说句实在话，是有很多人会喜欢你这样的。但刚才肖鹏说问下面的这么多老太太都愿意把女儿嫁给你，不，人家才不愿意。你问问举举手，有几个愿意？节省是好事儿，但省自己，不要省别人。适当的疼疼老婆，然后不管是节省还是买东西，有个商量。我相信你在和对方有商有量的情况下，对方也不会蛮不讲理，说我非要买什么特贵的东西。偶尔一个月奢侈那么一次，出去吃大餐，看看电影，有什么呢？把钱当命的人，这辈子过得就会不快乐；而把钱当幸福的人，可能很善于的去运用它。所以我希望你跟对方有商有量的施展你的节省大计，而不是自己一个人做主，没有民主化，好吧？谢谢老师。我看网上有很多年轻人老传那么一句话：看一个穷人爱不爱你，看他给你花多少钱；看一个富人爱不爱你，看他给你多少时间。我个人解读，其实就是在爱的过程当中，要看另一半是不是愿意把自己最珍贵的东西拿出来给对方。有一句话我觉得说的挺好的：钱花出去了才是自己的，琢磨琢磨，凡事不能做过呀。其实它也有一些问题，只是今天你的光芒太耀眼了，所以掩盖了它的问题，你知道吧？想清楚有些事儿，适当的改变，要让日子过得快乐。一起进入黄金60秒。我觉得咱们一块在一起已经也3年了，现在到这个谈婚论嫁的这阶段也挺不容易的。我觉得我也不是说不舍得给你花钱，只是我觉得就是你那个消费观念吧，就是有时候一上街，然后就想要买东西，每次一上街就必然要提买东西。我也是想跟你好好过，不是才买房说要结婚吗？我真的是因为我岁数也不小了，真的想跟你走下去。可是你现在这个观念根本就不叫节俭，真的是抠门。我不可能跟你一直就这么凑合着过一辈子。我也不比谁差，对不对？如果现在你这个观念没有什么改变的话，如果还保持现在这个原状的话，我觉得根本没有必要结婚。那咱们这么长时间的在一块儿，我对你的这个吸引这么多年就是我一直忍你，我一直觉得以后是不是会好的，没准结婚了就好了，俩人一块过日子就好了。可是那些都是我的幻想，我觉得我对你美好的幻想太多了，你那会儿给我许下的愿也太多了，都说以后怎样怎样，现在就是以后，结果呢？你老说我物质，我真的不物质，我就是想让生活继续下去而已，我真的就是想好好的过日子，仅此而已。总之，我还是希望咱们能一块儿继续走下去。我不知道你以后能不能有什么改变。婚姻当中、情感当中最可怕的就是价值观不匹配。如果你这么坚持，真的不看好，因为你把钱作为你生命最重要的一个价值了，其他的都变得不再重要了，生活的乐趣不重要了，女朋友的开心不重要了，对于生活的基本需求都不重要了，重要的只是把那个钱省下来。连一个快乐都没有的人，天天对着数字，你还有什么？回吧，两位，请回。来，请关门。现场各位女性观众朋友，请拿起你们手里的表决器啊！如果你的男朋友是这样一个男孩子，你会跟他吗？赞成是跟他，反对是不跟他。来，请选择。
好，现场有89.29%的观众朋友选择的是不跟他。只想提醒一点，生活里面的事儿，过者为灾，勤俭节约一定是对的，正确的消费观念一定是勤俭持家，该花就花，而绝对不是护住钱口袋一分都不动。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，一起数5个数，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你要还爱他，赶紧追他。说我的存款从今天开始都归你管了，做得到吗？我会试着做得到的。快追去吧，啊，好好跟人说啊。